Hello，各位好，今天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这支我最近新买的这颗维卓斯24F1.8索尼 E 卡口全画幅镜头。先说结论，这颗镜头非常值得买。那么我个人的镜头包当中一定要有一颗广角的大光定。我个人对广角大光圈的一个定义是，不能大于28毫米，并且光圈必须要在2.0之上。那么符合这个条件，并且带自动对焦的 E 卡口全画幅镜头。其实市面上并不多，原厂的24.4 GM 和20 1.8这两颗镜头都非常好，但是价格也非常的贵。正好在去年年末，维卓斯发布了这颗24 1.8，焦段、光圈都符合我的需求，并且它的价格官方指导价只要2499。那么我是在3月8号女王节的时候购买的，当时官方还有一个200多的优惠，拿到手的价格大概是2200多。在这个价位，你要去找一颗索尼 E 口全画幅的广角大光定，除了维卓斯的这颗21.8，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拿着相机拍视频多于拍照时间的用户来说的话，那么我个人是非常推荐一定要有一颗广角的自动对焦作为日常的一个挂机头来使用。相对于中长焦镜头来说，广角镜头能够拍到的画面信息量是非常多的。作为一个视频用户来说，你平常无论是手持还是上稳定器，广角在各方面都是可以兼容的，因为你不可能拿一个中长焦的镜头来挂稳定器，它的重量和长度可能也不允许。平时我也经常去购买副厂镜头，因为副厂镜头相较于原厂镜头来说，它的价格会便宜一点，并且有的副厂镜头各方面的素质甚至会比原厂镜头还要高。国产的副厂镜头我还是第一次购买，收到这颗镜头的第一时间，其实我是比较惊艳的。维卓斯的这个24F1.8，它的做工、质地都非常的棒，外壳用的是全金属的这样一个材料，并且有个非常大的亮点，除了这个自动对焦环之外，手动光圈。当然，如果你不喜欢用手动光圈环，特别是像我这种视频用户来说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光圈环拨到最左边，这里有一个自动挡，那么你大部分的光圈调节也可以在相机上同时完成。尾部这个触点的下方还预留了这样一个 Type-C 的一个固件升级接口，即使是在未来对焦或者镜头出现了问题，那么官方发布一个固件，用户也可以自己将这个固件输入进去进行一个更新。并且维卓斯这个镜头在我拿到手使用到现在，它的自动对焦你完全不用担心，最近对焦距离0.3，并且能够支持眼控，速度和原厂几乎差不多。因为我大部分的使用时间是用拍视频，都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拍照用户的话，更加不用担心。镜头自重340克，口径是55毫米，并且它的体积控制的非常好。我个人平常使用相机是索尼 A7C， 是索尼阵营中体积最小的全画幅相机，搭配这颗维卓斯21.8和我的机身完全持平，体积正好。镜头素质上面，我个人觉得维卓斯这颗24F1.8特别像它之前发布的那个 APS-C 系列的那个3键，光圈全开的情况下，中间画质非常的锐，边缘可能会有一点损失。那么我在平时日常使用和这个摸索当中，光圈在2.8的时候，整体的画质是非常不错的。作为一个视频用户来说，我经常会拿着相机去做一些运镜，特别是一些快速运镜的情况下，即使再锐的镜头拍出来的画面可能都会有糊。拍视频的时候需要有非常锐的画面，也需要一些比较朦胧、比较模糊的一些画面，所以对焦可能会是我的第一考量，画质才是排在第二。当然对于拍照的用户来说，可能极致的画质是他们的一个追求。那么这里我的这两种意见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做一个参考。另外，这颗镜头在拍摄一些平行线的画面的时候，它的两边是会有一点点畸变的，而且它的四周会有一定的暗角。畸变的问题，大部分的广角镜头都会有。如果你是拍照用户的话，好像后期可以把它修正回来。
那么暗角的话，对于我一个视频户来说，有的时候在拍摄人物的时候，其实有一定的暗角，可能相对来说画面会比较好看一点。那么我有的时候在拍人物的时候，即使画面没有暗角，我可能后期也会多少加一点点来突出这个人物的主体，所以这个情况因人而异吧。一颗镜头到底值不值得买，最终还是要根据它的售价和你的预算来考量。2499这样一个价位，能够给到你24毫米 f1.8索尼一卡口全画幅带自动对焦这样的一个镜头，还是非常超值的。因为你在同价位几乎找不到对手，相同配置的这样一个镜头，价格又非常的高。从我的角度来说，这颗镜头各方面都完全符合我的需求，所以我也及时的购买了这颗镜头，各方面的使用来说，我也是非常满意的。好，今天这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请给我一键3连哦。对了，如果你也对维卓斯的这颗24 f1.8感兴趣的话，现在的售价是2499，618的时候关注一下哦。